亲爱的朋友，历史印记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频道，目的是深入挖掘那些改变世界进程的伟人们的生活和成就，感受改变历史进程那些人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名人从童年到老年的故事碎片，第10段为名人给历史烙上的印记和名人的趣事。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istorical Fragments 1。罗莎·帕克斯小时候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一个充满种族隔离的时代，小罗莎的学校与白人孩子的学校相比，设施远远落后。一次，他和几个朋友在放学路上被一群白人孩子嘲笑，他们甚至扔石头向他们攻击。面对这种情况，罗莎没有逃跑，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坚定地回望对方。这种无畏的精神让他的朋友们感到震撼。你知道罗莎·帕克斯的这种勇气如何影响我们今天教育孩子的方式吗？ Historical Fragments 2。罗莎·帕克斯的祖母是他童年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当雷声轰鸣使小罗莎感到恐惧时，他的祖母教他要面对恐惧。祖母说，雷声只是上帝在做他的工作，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任务。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罗莎，使他学会了在面对困难和不公时保持坚定和勇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面对恐惧的能力可以从小培养。你觉得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多重要？ Historical Fragments 3。在罗莎·帕克斯的青年时期，他曾遇到一个挑战种族隔离法律的机会。当时，蒙哥马利的公共图书馆对黑人和白人实行分离，黑人不能进入白人的图书区域。有一次，罗莎决定进入只允许白人进入的部分，寻找一本书。当图书管理员命令他离开时，他坚定地留了下来，直到他找到了需要的资料。这一行为展示了他对抗不公的勇气。你认为罗莎的这种行为对今天的叛逆青少年有何启示？ Historical Fragments 4。罗莎·帕克斯在成年早期曾尝试注册投票，但面临种种障碍。在那个时代，黑人注册投票需要通过几乎不可能通过的文盲测试和支付高额的投票税。罗莎多次尝试，每次都因不公平的条件而被拒绝。最终，他通过坚持不懈，成功注册成为选民。这一经历不仅展示了他对权力的执着追求，也说明了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重要性。这种故事对理解现代青年如何面对挑战有何意义？ Historical Fragments 5。1955年12月1日，罗莎·帕克斯在蒙哥马利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一位白人乘客。这一举动激发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并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象征。那天，罗莎下班后疲惫不堪，但她的坚持不仅是出于身体疲劳，更是对长期不公的反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中年，一个平凡的行动也能引发重大的社会变革。你认为这能给面临逆境的中年人带来怎样的启示？ Historical Fragments 6。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罗莎·帕克斯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他的初始行动，他还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民权研讨会，培训其他非裔美国人如何非暴力抵抗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他的教育工作帮助塑造了一代新的民权领导者。这个故事展示了，即使在中年，我们仍有能力影响他人和社会。你认为这样的故事如何激励那些在职场或生活中感到停滞不前的中年人？ Historical Fragments 7。晚年的罗莎·帕克斯决定写下自己的回忆录，讲述自己在民权运动中的经历和生活哲学。通过写作，他不仅保存了历史，也提供了对抗逆境的个人见证。这本书给予了许多面对挑战的中年人希望和勇气，证明无论年龄多大，个人的故事和经验都极具价值。你觉得罗莎·帕克斯通过写作传达的信息
对正在经历人生转折点的中年人有什么启迪？ Historical Fragments 8. 罗莎·帕克斯在1955年拒绝在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上让座给白人，这个简单的行动如何点燃了全国范围的民权运动？他的抗议不仅引发了长达381天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还促成了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罗莎的行为展示了普通人如何通过小小的抗议行为触动大变革。这种勇气和坚持对今天寻求改变的人们有何启示？ Historical Fragments 9. 罗莎·帕克斯的影响远不止于他在公交车上的那一刻，他的生活和行动如何继续塑造美国和世界的民权议程。在公交车事件之后，他成为了民权运动的象征和积极参与者，参与讲座和研讨会，教育年轻一代关于平等和正义的重要性。他的持续努力如何启发我们今天继续为正义而战？ Mark of the Day. 在一个充满种族隔离和不平等的时代，罗莎·帕克斯出生于1913年的阿拉巴马州。他的童年被极端的种族歧视所包围，但他的家人教会了他自尊和自信。成长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美国南部的严酷现实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那时，许多中国人正在经历政治动荡和文化封闭，而西方世界则在经历科技和文化的快速发展。这种文化差异部分源于教育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使得中国在很多方面相对落后。罗莎的成年生活也反映了他对抗不公的决心。1955年，他在蒙哥马利的一辆公交车上拒绝让座给一位白人乘客，这不仅是因为他那天感到身体疲惫，更是因为他对长期的不公不平感到心理疲惫。他的这一行为虽然小小的，却引发了大浪潮。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运动随之爆发，持续了381天，最终导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是违宪的。在他的青年和中老年时期，罗莎成为了民权运动的象征。他的生活和行动让他成为了无数追求自由和平等人士的灵感来源。他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女人的勇气，更是关于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的不屈不挠的力量。而在当时的中国，许多人正在为基本的生存权和政治表达权而挣扎，他们的斗争在不公正面前，你会站起来还是坐下来？罗莎·帕克斯选择了后者，并引发了一场革命。1955年12月1日，这位缝纫师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上拒绝给一位白人男子让座。他的这一行为不仅让他被逮捕，还触发了为期381天的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推动了美国民权法案的诞生。罗莎·帕克斯，这位被誉为民权之母的普通女性，用她的坐姿对抗了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她的行动展示了普通人如何通过小小的抗议行为引发巨大的社会变革。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她如何改变世界的故事吗？点击观看完整视频，一起探索罗莎·帕克斯的非凡生涯和她对全球人权运动的深远影响。罗莎·帕克斯的行为虽然简单，但其历史意义却极其深远。她在公交车上的坐姿不仅挑战了美国的种族隔离法律，也成为了全球抗争不公的标志性事件。她的个人勇气激发了一系列后续行动，为民权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激发了更多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背景的普通人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这不仅在法律上结束了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还标志着美国社会一步向前的重大进步。罗莎·帕克斯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她的行为和坚定的立场也对全球范围内关于人权和平等的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无数为自由和平等而斗争的人们将它作为灵感来源。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到印度的社会改革运动，罗莎·帕克斯的故事都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表明普通人也能对社会的不公进行挑战并引发变革。此外，罗莎的故事还启示了未来几代人关于非暴力抗议的力量。它证明了在对抗压迫和不公正时，
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尊严，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也能引起广泛关注和支持。这种策略后来被马丁·路德·金等领导人广泛采用，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罗莎·帕克斯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她还是全球范围内争取社会正义和平等权利的象征。她的故事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对抗不公，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波澜。罗莎·帕克斯通过她的坐姿站起来对抗了不公，她的勇气和决心将永远激励着世界上追求正义和平等的人们。在回顾罗莎·帕克斯的一生和遗产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女性如何勇敢地改变了历史，更看到了每个人都拥有改变未来的潜力。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 罗莎·帕克斯除了她在民权运动中的著名行动外，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可能不为人所熟知。例如，她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抱有极大的热情。在退休后，罗莎与她的朋友 Elaine Eisenstein 共同创立了罗莎和雷蒙德·帕克斯研究所 Rosa and Raymond Parks Institute for Self-Development。 该机构的目的在于激励和教育青少年，尤其是关于民权历史和社会正义的知识。此外，罗莎·帕克斯本人也是一位非常喜欢缝纫的女性。在她年轻时，她曾在蒙哥马利的一家百货公司工作，担任裁缝师。她的这项技能不仅帮助她在生活中维持自立，也成为她个人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实际上，就在她拒绝让座的那一天，她正是从她的裁缝工作中下班回家。罗莎·帕克斯的生活证明了她不仅仅是一个在公交车上抗议的女性，她的生活和事业也体现了她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从教育到个人兴趣，她都展现了一个多面的个性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这些鲜为人知的方面令她的故事更加丰富和启发性。